俄乌战场再起波澜，被俄军占领控制的卢甘斯克遭到了空袭。卢甘斯克作为俄军的大后方，距离乌军控制的克拉马托尔斯克有127公里。乌军的海马斯火箭炮和原点弹道导弹均不在射程内，因此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几乎从来没有遭遇过袭击。可此次突然遭到乌军远程武器袭击，直接打了俄军一个措手不及。正在当地访问的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维多克·沃多拉茨基还因此受了轻伤。而且随着事件的调查，卢甘斯克当地驻军和紧急情况部在事发现场附近居然找到了一片美制 ADM-160B 空射诱饵弹的残骸。这则消息引起了俄军的高度重视，不为别的，就因为这残骸是美国空军先进的制式装备，而且在美国军员的清单里是没有 ADM-160 MALD 这款武器的。由此有不少人都觉得美国和北约要直接下场参战了。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首先我们先来说说 ADM-160B MALD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说使用它的性质非常严重。ADM-160B 是美国空军参考了美国海军装备的 ADM-141AB， 尤其是在 ADM-141C ITALD 空射诱饵之后，专门为空军推出的一款空射诱饵产品。毕竟现代作战飞机越来越不好混了，各种空导弹、面空导弹等制导武器的威胁越来越大，而为了强化作战飞机的防御和突防能力，可干扰敌军导弹红外或雷达制导的诱饵干扰弹就成为了作战飞机的必备产品。基本思路是通过电磁欺骗，用小型诱饵发出经过调制的伪装假信号，来模拟其他战术飞机的雷达特征，诱骗敌方防空系统做出反应，消耗敌方防空系统备弹，或者为己方的防空压制机群作业创造条件。目前的 ADM-160B 型空射诱饵在美国空军中属于主流装备，较为先进的现役装备主要承担战术级的防空欺敌、电子干扰等任务，整体技战术性能算是相当先进。若真暗地里提供给了乌克兰，那绝对是迄今为止最有含金量、最实诚的武器之一。而它居然现身卢甘斯克，其性质是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是乌军使用的 ADM-160 导弹空袭的俄军，也没有任何直接和间接的证据表明是美国给乌军提供了 ADM-160 导弹。况且现在的乌空军并不具备 ADM-160 导弹的携载能力。乌空军现在的主力机型，一个是苏27，一个是米格29，两款前苏联造的飞机是无法与 ADM-160 导弹实现雷达等方面对接的。这系统都不在一起，乌克兰空军又如何能使用 ADM-160 导弹呢？况且美国一直都在拒绝提供 F-16 战机，可卢甘斯克的空袭是真实发生的，所以就只能说明，要么是北约更深层次的介入了俄乌冲突，秘密给乌军提供了 ADM-160后，配合其他空袭兵器打了俄军一个措手不及。只不过我们尚且不清楚这种配合到底是怎么打的，战术是如何安排的。在实施过程中 ，ADM-160 和空袭武器具体承担了何种任务？但在俄军弄清来龙去脉之前，乌军完全可以继续使用这两种装备打配合，让俄军的大后方暴露在乌军炮火下。要么就是北约选择了直接参战 ，ADM-160 直接是北约发射的。从外形上看 ，ADM-160 空射诱饵导弹类似于一枚小型巡航导弹，其飞行距离高达900多公里，巡航时间超过45分钟。从卢甘斯克城里捡到的 ADM-160 残骸来看，它似乎不像是被击落的，更像是燃料耗尽或者是技术故障之后自己坠毁在那里的。假设 ADM-160 真的是耗尽燃料坠毁的，那完全有可能是北约战斗机发射的。因为从黑海中部释放 ADM-160，然后飞到卢甘斯克，也就600多公里。况且北约一直都是乌军最坚强的后盾，15个月的战争，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了的武器威力一直都在变强。像最开始时，北约方面提供的都是些防御性武器，
据德国基尔研究所称，去年2至3月，基辅共收到4万多件小型及轻型武器，1.7万枚肩扛式防空导弹，以及2.5万个头盔和3万件防弹背心。大概觉得俄军打一段时间自己就撤了，但谁也没想到，俄军是铁了心要拿下基辅。入侵行动越来越过分，没办法，北约的军援就从防御性武器过渡到了火炮等进攻性武器阶段。俄军在被赶出基辅和哈尔科夫后，逐渐缩小了攻势，开始把重点放在乌东和乌南地区。而随着顿巴斯地区战争烈度逐渐提高，西方便开始向乌军输送火炮，让它能够摧毁俄军的军火储备，并扰乱俄军的后勤补给线。如去年6月，乌军在得到海马斯火箭炮后，就把入侵俄军赶出了此前占领的赫尔松市。在这一阶段，俄军吃了大亏，被逼得不计代价使用高超音速导弹、自杀式无人机来对乌克兰各地实施轰炸。为此，北约开始向乌克兰援助导弹防御系统，其中最优秀的莫过于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它被视为世界最好的防空系统之一。而现在则处于第4阶段，双方拼的是坦克作战。从去年冬季开始，在乌克兰东部战线上，双方就陷入了持久残酷的浅壕战。为了保住巴赫穆特城市，乌军兄弟拼死守卫，成功将瓦格纳打残，逼得俄军内部矛盾彻底爆发。而为了能够让乌军再次发动攻势，如今1月，北约承诺向乌克兰援助西方先进坦克，如西方的4大天王坦克艾布拉姆斯、挑战者、豹2、勒克莱尔。截止2023年4月末，北约盟国和伙伴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550辆装甲车和230辆坦克，这将让乌克兰拥有再次反攻的实力，可以继续开展夺回备战领土的行动。当然，在这个阶段，北约也开始给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系统，用以报复俄军对基辅的袭击。如英国在5月初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暴风影巡航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达250公里。而此次卢甘斯克遇袭事件，火力军第一怀疑目标就是它，原因火力军稍后会讲到。北约为乌克兰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代价，绝对可以进一步帮助乌军袭击俄军后方设施。而如果美国和北约下场参战的猜测属实，那俄军在不动用核武的情况下，几乎毫无胜算。下一阶段，双方就将进入战机比拼阶段。北约最近的援助均集中在此，以空中力量打击俄罗斯。如英国承诺提供数百枚防空导弹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如克宫被袭击。至于泽连斯基心心念念的 F-16战机，截止到目前，北约成员国虽仍然持拒绝态度，但如果战事继续升级，北约或许就会将提供 F-16的事情提上议事日程。因为2022年7月14日，美国众议院就通过2023会议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提供逾近30亿台币的资金，来训练乌克兰空军飞行员驾驶美国制战机。而荷兰政府也在今年1月20日表示，可向乌克兰空军提供该国的2手 F-16A 战机。那乌克兰空军为什么非要抓着 F-16不放？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乌军若是拥有 F-16，就能顶替苏25、米格29接管一些防空任务，而且 F-16是能够发射射程高达980公里的空对地导弹和战术核武器的。从基辅到莫斯科的距离只有750公里，可以说 F-16是乌克兰最合适的选择。只不过目前乌克兰飞行员还需要训练1年半才能参加实战。而此次卢甘斯克的空袭就有可能是乌克兰飞行员的训练，或是北约派出自己的飞行员，以志愿军的名义参与到了俄乌冲突。比如，美国空军就曾有一位退役中校表示，如果乌克兰需要，其本人是可以驾驶 F-16战斗机参与俄乌冲突的。这位退役空中军校驾驶 F-16战机有20多年时间，先后5次获得勋章，参加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实战经验丰富。总之，无论是谁的飞行员，是否是 F-16发射的导弹导致卢甘斯克出现美军导弹的残骸，就已经说明俄乌冲突再次升级了。最后到底是什么武器摧毁的卢甘斯克工厂？火力军猜测最大的可能是第4阶段北约援乌的暴风影巡航导弹。
虽然北约只是计划，但是从近1年来的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上，很多装备都是名义上正在招标或者即将交付，可实际上已经交付给乌克兰并形成战斗力了。因此，火力军完全不排除此次空袭是暴风营所为。其次的怀疑对象是乌克兰的 GLSDB， 因为这就是在 GMLRS 的弹体上加一个 SDB， 可以达到150千米左右的射程，可能性不小。2022年11月，波音公司就已经向美国国防部提出了为乌克兰生产 GLSDB 的计划，而北约在今年年初也宣布向乌克兰交付这一装备，以帮助乌军增大多管火箭炮的打击范围，压制俄军。据火力军了解，这批军援由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拨款，大约价值516亿新台币。其中除了 MIM-104 爱国者飞弹、精确导引弹药、FGM-148 标枪飞弹等武器外，最重要便是波音与瑞典申宝公司联合研发的 GLSDB， 因为它的性能丝毫不比 MGM-140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差。陆军先前在获得 M270 与 M142 后，打得俄军节节败退，北裴将指关与后勤节点，后撤至乌军多管火箭打击范围之外。而 GLSDB 的加入就极大增强了乌军的远程打击战力，比如从作战前线发射 GLSDB 150公里的射程就能打击俄罗斯占领的顿巴斯、扎波罗热、赫尔松以及遭占据的克里米亚北部地区，让俄军重要的供给线、军火库和空中基地受到威胁。加上此前俄军也曾宣称拦截过几次 GLSDB， 所以乌军使用 GLSDB 对卢甘斯克实施纵深打击的可能性同样不比暴风影低。最后一种，火力军猜测是乌克兰的雷霆2战术导弹。雷霆2战术弹道导弹是在克里米亚冲突之后，俄乌关系急转下推出新武器，定位类似于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这款导弹弹头采用了双锥体弹头，头部较为尖锐，可以划开空气，也就是形成激波，在飞行期间提供更多的升力，同时在导弹飞行期间减少和空气的摩擦阻力，减少大气的扰流，减少外界大气流撞击到弹体上产生的气动影响，极大增加了该导弹的射程。而且为了提高战场生存效率，该导弹的弹道还进行了特殊设计，它可以在11到50千米的高度上以近似平飞的弹道飞行，这就让大部分的防空导弹无法进行拦截，只有少数如 S-400 的 40N6 超远程防空导弹才可以够到。而且在该型导弹飞行的最后阶段，还可以进行规避机动，以穿透敌方的导弹防御系统，增大了对方拦截难度。其最大射程约500公里，最小射程公里50公里，最大命中精度为5米，在射程打击卢甘斯克是绰绰有余的。而且它还是战术弹道导弹，专业也对口。战术弹道导弹的主要打击目标就是敌方的指挥所、机场、通信节点、防空导弹阵地等等。使用不同的弹头，就可以在远程攻坚和打击轻装甲集群时发挥相当大的功效。如乌军之前打击克里米亚机场时用的可能就是这型导弹。加上有情报显示，2021年2月，乌克兰国防部曾订购了1个营的雷霆2，所以是雷霆2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唯一不对劲的地方是现场的受损程度好像有些低了，因为雷霆2的战斗部是一个能装480公斤弹药的大型战斗部，战斗部类型可选择高爆弹、云爆弹、高爆破片弹头、钻地弹、集束子母弹等型号。若是他打击的卢甘斯克工厂，现场的毁伤程度应该更大才对。但无论如何，在此次空袭中莫名其妙出现美制 ADM-160，是此次空袭最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因素。这枚空射诱饵弹是怎么来的？在空袭中承担了怎样的作用？怎么打的配合？目前尚无定论。俄罗斯官方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表态，但俄罗斯很有可能对北约和美国采取报复措施，所以乌军还要小心防范才好。好了，关于北约下场参战，大家是什么意见看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